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林，欢迎收看今天的手藏历。这个文物为什么要南迁？事实上，故宫是1925年成立的，但是到了1931年，也就是民国20年，这个日本人在沈阳就发动了战争了。这个时候沈阳沦陷，那对于整个的北方或者是北平这一带，平津都震动，所以当时的政府就考虑到故宫文物的安全问题，所以想怎么样把文物能够把它能够带的最精华的部分都能够离开北京。所以当时在北平的许多学者、专家或者是团体，他们是反对文物出宫的。可是后来在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他拍板，就是这个文物呢最先运到上海去。那上海有什么地方呢？因为上海有各国的租界，有英租界，有法租界。即便日本人的战争打到上海，那么租界应该是安全的，所以根据这样的合理的一个判定，那么决定文物就运到上海。因为事实上，当时故宫的同仁并不了解怎么样打包的，可是当这个命令下来以后呢，他们必须要执行。那即便是很困难的任务，但是也一定要做到。所以当时呢，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们就用各种的办法，包括比如说在清宫里面找以前景德镇送到紫禁城、送到宫里面来的这些瓷器，那还没有开箱的，那他们赶快把箱子打开，然后才看到这个原来他们是怎么样包装瓷器的这个实际的情况。那还有其他的文物，因为大大小小在各宫的形态都不一样，容易损坏的程度也都各不一样，所以都要请教专家。所以呢，他们就找遍了北平的，比如说这个古董店、古董商，那他们向他们请教。那么比如像这个玉器，或者是像其他的这个杂项或者是说书画应该怎么样的包装。第二批正在筹备要装运打包的时候，我父亲忽然接到马院长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命令，就说那个庄某人，你要把这个石鼓怎么样也把它打包好，跟到文物一起南迁到西南去。这个任务非常的重大。那我父亲听了以后，那当然这个交代嘛，必须要做到。那他也并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他就请教了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收藏家，他叫霍宝禄先生，照他的方式来仔细的来做这个石鼓的包装。霍先生说，你必须要用很软很细的棉纸，蘸湿了以后，如果石鼓上有缝隙，你要用镊子把它慢慢的塞到每一个缝隙里面去，然后外面再用很细很薄很软的棉纸再把石鼓封起来，分好多层，然后呢再用比较厚的纸来包，然后每一次都要捆扎好，这样一层一层包，等厚纸粗绳捆扎好了以后，再用棉被来裹起来，又是好多层，然后再用更粗的绳子来包裹，都包裹好了，再用定制的木箱把它放到木箱里，把它塞紧以后，外面再用那个铁栅栏再把它锁紧，这样完了以后，一个石鼓就变成一个大箱子，这个箱子就很重，当然是1吨以上，可是它很安全。后来南迁的时候证实了，车有翻，石鼓也有翻到田里去。可是后来当南迁完了，回到北京故宫以后，大概在1950以后，
开箱发现石鼓完好如初。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心里面才了了一个最大的心事。后来2023年的10月，我到北京故宫去看的时候，它是在宁寿宫，在宁寿宫呢，现在展览石鼓就变成一个专馆，也把它的这个上面的文字都踏出来，把它放在玻璃柜里，而且有了照明，有了各方面的这个保护的措施。这一批故宫最重要的这个文化性最高的文物，它每一个鼓上它所刻的东西，因为都是先秦，可以说是秦代的这个文字啊，时间久远，也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文物。南迁的文物一共是分了5批啊，运到上海。那总共的故宫文物的总箱数是19557箱，所以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它原定是在1933年的1月底，可是后来因为有众多的阻挠，这个阻挠来自学界，来自民间的团体，还有很多人他们不赞同。可是最后政府是拍板定案了，为了文物的安全不会落到侵略者之手，那么一定要迁出紫禁城，所以决定还是南迁。那么2月5号的深夜，就是趁人少、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人力的板车，然后运到这个走前门，运到这个火车站，然后才上了火车。那当然都有军警的戒护。那么火车这个列车在往南，向南京、上海开的时候，那列车上都架了有机关枪，就怕有任何的影响到文物安全的情况，所以这个好不容易分了5批文物，分别用火车从北平运到这个南京，然后再从南京运到上海。到上海以后，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那时候签了一个塘沽停战的协定，所以战事暂时就稳定下来。那这个时候政府就考虑到永久性的，就是也许回不了北平，那怎么办？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是中华民国的首都，那就在首都选了一个野山旁边的一块旧的一个旧址，就在那边要建一个永久性的库房，而且打算成立南京分院。这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次要成立南京分院，而且在这个1936年就完成了。所以这些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上海、法租界、英租界，还有到伦敦去展览的这些文物，也都回到上海以后，那现在就一起全部都回到南京的分院，新落成南京分院的永久库房。1937年，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7·7事变，就在8月13号，上海也受到日本的轰炸跟攻击的这一天开始的第2天，那我父亲他就奉命把南京分院的这些准备好的文物继续往西来走。我父亲自己写的他这个年谱我就把他的原文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介绍。他的老师马叔平，马叔平也就是马恒院长，他的意思，押运参加英展精要文物80箱首批离京，所以他8月14号与若霞，就是我母亲家母带了3个孩子，一同乘这个招商局的建国轮，押运80箱文物溯江而上，就是到武汉以后，再转粤汉铁路到了
湖南长沙，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把这些东西暂存。这个时候呢，我大哥庄生就开始到湖大的附小念书，可是，在那边又停留了不到了3个月，就因为战事急转直下，那湖南就是长沙也会被日军攻击跟轰炸，所以就赶紧的又把文物撤离了湖南，再向更西南，也就是到贵州去。关于呢这个离开长沙，然后经过桂林再到贵州的这一段，还有以后的这个南迁的经过、实际的状况，我们下一集再向各位来继续的介绍。谢谢你。